AI radar station. Scan the frontier. See the future. Cut through the noise of info. Lock on the truth of AI. AI 大师安瑞卡巴塞在他的贴文中分享过一个自动训练这个模型的一个方法，叫 Auto Research。然后有人呢把这个方法改进成了训练这个 Skills 的一个方法，就是 Skills 自由化的一个训练方式，叫 Auto Research Skills。这就是它的那个 GitHub 地址，我看一下它的一个使用的方式。这里有一些说明，然后如何进行指标的一个定义，如何进行训练。当然，它这个训练的这个方法完全在 Skills 的 MD 文件里面进行描述。这个 Evaluate 它是一个评估描述的一个指导意见，然后 Auto Research Skill 这个就利用这个方法评估的这个逻辑进行一轮一轮的进行评估优化打分。然后它是完全参考这个安卓卡巴斯提供的这个模型训练的这个技术，然后应用到我们 Skills 训练里边。然后等会我们来实操一下，看看如何进行这个 Skills 的这个训练。我呢就是自己写了一个这个 Skills， 就是给我的这个视频进行这个生成标题、介绍、时间线以及这个标签的这个 Skills， 然后让它来优化一下。然后我是把字幕信息提供给他，然后这个 Skills 会自动给我生成刚才我说的以上信息，然后效果可能现在不是很好，因为我刚写出来，我现在让这个Auto Research Skill 帮我优化一下。我们只要简单的对他说，当然我前面已经安装了这个 Skills， 我们直接说对我的 Skill 这个 U2B Meta Generate 跑这个 Auto Research 就可以了。然后它就会对我的这个 skill 进行分析。我看一下，它现在开始加载这个 skill， 然后使用这个方法来优化。当然，它首先是读取这个内容，把所有的这个 MD， 包括里边涉及的引用的文件，它全都会读取出来，然后进行一个深度的分析。我们看到它现在读取完了之后，有几个问题需要给我确认。然后他这里提出了6个指标，这些指标看都是否，然后都是比较就是2元的，这个也是他在那个 Evaluate Guide 里边提到的，你所有的评估标准要是2元的，这跟模型训练其实是一样的然后他这个比如说5个差异化标题，标题的字数要小100个字，时间线的格式，标签的数量，视频介绍的完整程度输出格式是不是可复制，这些就是它定义的一个指标。它这有一个运行的轮次是否需要调整我们这个就是让它按照这个它建议的这个来进行评估就可以了，按默认值来做。它就是开始按照建议配置进行运行 Auto Research。它先读取2个字幕文件，我们这个文件夹下已经有2个字幕，是我们过去做过的视频的这个字幕文件它自动找到了，这个我没有告诉它是自己去读取的。然后这2个文件呢，其实就是相当于它的一个测试的样本，它会拿这2个来评估我们最终的一个效果。它开始设置，然后这里有一些，我们看到它这生成的这个 change log， 就是它对我们这个 skills 的一个变更，它会生成一个变更日志的记录。每次迭代它都会把这个变化给记录下来。我们看到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开始进行基准测试，它会对我们进行第1轮测试，摸底类似于建立一个评估的基准，比如说我们第1轮是80%还是70%还是90%，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优化迭代。我们看到它第1轮跑的结果全部通过，6个案例全部通过。全部通过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其实这里边它要保证输出结果的稳定性。你这一次通过，如果下一次不通过，那说明这个输出结果不确定，这个它也是要继续进行优化的。我们看一下后边的这个输入结果，30个案例全部通过100%，但它这里提出这个评估标准太宽松了，仔细审阅之后它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时间线描述过长这样的话在我们那个油管里边可能都会折行不美观。
所以他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啊，问我倾向于哪一种。我们这可以看一下啊，小于15个汉字，介绍前面要包含具体的痛点场景，我觉得他这个建议还是非常好的。我们接受他的建议来升级我们这个评估标准，然后他会改进这个标准之后继续执行。我们看他建立了新的标准，然后改进了 E3，然后新增了 E7，从6个标准变成7个标准。这是他建立的所有的标准，差异化的这个标题，然后时间线小于20个字，前端含具体场景，从用户痛点、场景、悬念出发，而非功能描述，所以它这个还是挺有技巧的。我们看到基准已更新，开始实验循环。你看第一个小于15个字，虽然小于15个字这个规则有，但是模型忽略了它，它这里边增加了反模式，修改了规则。所以这个提示词我们自己有时候写的时候反复优化，就是效果不太好。我们通过这个 Auto Research Skills， 它可以通过反复的这个测试验证，来帮我们来优化我们的这个提示词。这个 Skills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帮助的。看一下它出的一个这个后面实验的一个效果。你看 E3，它发现这个字符超标了，因为这里边涉及到 Telegram、Discord 这种可能都比较长的，很容易超标。我们看一下它怎么处理。我们看到E3这个超长的问题还是存在，它怎么解决的？产品名太多，截断为，它也进行了截断。我们看到这个时间线的这个长度的问题已经完美解决了。另外，它是加入多产品名，只保留这个核心词，它还是比较聪明的。我们看到它连续2轮达到大于95%，根据方法论连续3轮达到95%才停止，然后它开始继续运行。最后一轮是验证是不是稳定，无需修改这个 skill。我们看到它现在正在验证，然后无需修改，等这个验证完看结果是不是稳定。如果几轮结果都保持在95%以上的接受度，那就优化完成。我们看到第一个、第二个都大于等于95%，事实上是100%。看第3个是不是大于95%，如果大于等于95%，那就宣告完成。第3个也是达到了100%，大于等于95%，达到我们停止的这个条件，然后它的优化就此停止，然后开始进行分析汇总。这是它生成的一个数据结果，包括看板然后基准刚开始只能达到74.3%，经过优化之后能够达到100%，符合我们的这个预期。这条改动增加了反模式多产品名只保留这个核心词，技能文件进行了优化。现在我们执行一下这个skill，我们看一下效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字母文件发给他，让他生成标题、视频的介绍、时间线还有标签。它生成的结果5个备选标题，然后视频介绍、关键时间线还有视频标签。如果要调整的话，我们可以告诉他。然后现在我们不需要调整，让它保存到本地。它会保存到本地一个 MD 文件。OK， 它已经保存完成，打开看一下。这就是它刚才生成的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就避免我们手工去做很多的整理了。这是它的这个 change log， 我们看一下指标的定义，每一次测试的这个结果，包括这个改变的内容，这里都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记录。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如何进行 Skills 的自优化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如果你遇到这个自己写的这个 Skill 效果不好的话，也可以使用这个Auto Research Skill 来优化自己的这个技能让它的效果变得更好。谢谢大家。